如果說娛樂圈裡有一種關係最容易讓網友反覆猜測，那一定是明明沒有公開定義，卻總能在細節裡留下痕跡的關係。白敬亭和張若楠就是最近再次被推到討論中心的這一對。尤其是一個看起來並不誇張的舉動，卻讓很多網友突然意識到，原來兩個人之間的互動早就不只是鏡頭前的合作那麼簡單。有人說這是朋友之間最普通的支持，也有人說如果只是普通朋友，為什麼偏偏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彼此的重要時刻？更有網友直接感嘆，這種關係最讓人上頭的地方，不是他們說了什麼，而是他們什麼都沒有說，卻總能用行動讓大家忍不住多想。那麼問題來了，白敬亭到底有沒有特別偏愛張若楠？這個答案我們不能替他們下結論，但如果把兩個人從合作開始到後來一次次被網友捕捉到的互動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真正值得關注的恰恰不是所謂的戀情傳聞，而是他們相處時那種越來越自然的默契。今天我們就從幾個細節開始，一層一層拆開來看。首先，最讓網友記住的是兩個人合作難哄之後形成的特殊氛圍。這部劇改編自竹已的同名小說，由白敬亭和張若楠分別飾演桑延和溫以凡。劇集在2025年上線之後，兩個人之間的角色化學反應迅速成為討論重點。而真正有意思的是，電視劇結束以後，網友對他們的關注並沒有跟着劇情結束，恰恰相反，很多人開始發現，比起劇裡面的甜蜜情節，現實中的一些小互動反而更加耐人尋味。因為戲裡的甜可以解釋為劇本，但戲外的支持卻很難完全用劇本解釋。這也是為什麼當兩個人再次因為彼此的作品產生互動時，網友會特別敏感，因為大家看的已經不是某一個瞬間，而是一條持續出現的線。第二個細節就是這種支持似乎越來越像一種雙向回應。2026年6月，有媒體報道張若楠通過雲包場的方式支持白敬亭的新電影《特立獨行》，一次連包多場，引起了不少討論。而在此之前，白敬亭方面也曾通過類似方式支持張若楠的作品。如果只看一次，也許真的沒有什麼特別。朋友上映新作品，幫忙支持一下，非常正常。但是，當這種支持不是單向，而是你來我往的時候，故事就開始變得有意思了。因為真正讓網友磕到的，從來不是一次幫助，而是你支持我，我也支持你。你在重要時刻出現，我也願意在你的重要時刻出現。這種感覺說到底就是4個字：雙向奔赴。當然，雙向奔赴並不等於戀愛，這一點一定要說清楚。娛樂圈裡，演員之間因為合作建立深厚友誼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一起拍攝長時間、高強度的作品，两個人從陌生到熟悉，再到彼此了解，形成默契，並不奇怪。所以，如果僅憑一次包場、一次互動，就直接認定兩個人已經在一起，其實並不嚴謹。但網友真正感興趣的是另一個問題：如果只是普通朋友，他們為什麼能夠一直保持這種自然的互動？這才是整個話題最值得討論的地方。第3個細節是白敬亭面對張若楠時那種明顯更加放鬆的狀態。很多時候，一個人的語言可以經過思考，一個人的採訪可以提前準備，甚至一句看似自然的話都可能經過團隊審核。但人的身體反應往往比語言更加誠實，尤其是在多人同框的時候。如果你仔細觀察兩個人過去的一些公開互動，會發現他們之間很容易形成一種非常自然的交流節奏，不需要刻意制造話題，不需要不斷解釋，甚至有時候只是一個眼神、一個笑容，就能夠迅速接上對方的情緒。這種默契其實是非常難演出來的，因為演出來的默契通常會有明顯的表演感，但真正熟悉的人往往不需要做太多，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對方已經知道你想表達什麼。
一個動作剛剛出現，對方已經下意識回應，這種狀態才是網友為什麼反覆回看的原因。第4個細節是兩個人之間越來越明顯的安全感。張若楠給人的感覺一直比較自然、柔和，而白敬亭在很多公開場合則更偏向於冷靜、克制。兩種性格放在一起，本來就很容易形成反差。但也正因為這種反差，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反而會產生一種特別舒服的感覺。一個不需要一直表現，一個也不會刻意搶鏡。有時候，甚至只是安靜地站在一起，觀眾都會覺得兩個人似乎已經很熟悉。這就是所謂的氛圍感。它不是簡單的顏值組合，也不是把兩個好看的人放在一起就一定成立。真正讓人覺得甜的是兩個人之間有沒有自然的情緒流動。而白敬亭和張若楠最容易讓人產生這種感覺的地方，就是他們看起來沒有那麼用力，越不刻意，反而越容易讓人上頭。第5個細節是他們之間的支持似乎已經從作品延伸到了彼此的事業。娛樂圈最現實的一點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節奏，一個演員拍電視劇，一個演員拍電影，檔期不同，團隊不同，宣傳週期也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雙方依然願意在對方的新作品出現時給予支持，那麼這份關係至少說明了一件事：彼此在對方心裡是值得被關注的人。至於這種關注到底是朋友之間的珍惜，還是更進一步的情感，我們沒有證據直接下結論。但至少可以確定，網友為什麼會持續關注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看到的是連續的細節，而不是單獨的一次偶然。第6個細節是南紅帶來的特殊記憶。不得不說，桑延和溫以凡這個角色組合對很多觀眾來說已經不只是普通男女主。兩個人在劇中的感情線本身就建立在多年重逢、熟悉、誤會和重新靠近之上。當演員本人在戲外再次出現互動時，觀眾很容易產生一種角色和現實交錯的感覺。這也是娛樂圈 CP 文化非常典型的現象。觀眾知道那是角色，但演員之間真實存在的默契又會讓大家忍不住把兩種感覺疊加在一起。於是，一個普通的互動在粉絲眼裡就可能擁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一個眼神可以被解讀成默契，一次支持可以被理解成偏愛，一句玩笑也可能成為新的討論點。但越是這種時候，越需要保持理智，因為我們喜歡的是故事感，而不是替當事人決定他們的人生。第7個細節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真正高級的偏愛從來不一定是轟轟烈烈，有時候它反而藏在非常普通的事情裡面。比如你有新作品，我願意幫你宣傳；你遇到重要節點，我願意出現；你需要支持的時候，我不會缺席。這些事情看起來都不浪漫，甚至可以說非常普通。可是當一個人願意長期這樣做的時候，它的意義就會發生變化。因為一次可以是禮貌，2次可以是友情，但持續出現就代表兩個人之間至少擁有足夠穩定的信任。這可能就是為什麼網友看到白敬亭和張若楠的互動後會產生一種非常特殊的感覺。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公開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一直沒有公開定義，卻又一直在用行動保持聯繫。第8個細節是網友所謂的偏愛，其實更多來自對比。很多時候，一個演員對所有朋友都很好，那麼大家不會特別關注。但是如果某一個人在他的互動方式中顯得更加自然、更加放鬆、更加願意主動回應，那麼觀眾就會產生明顯感知。這就是為什麼偏愛這個詞如此容易引發討論。偏愛並不一定代表愛情，它也可能代表信任，代表欣賞，代表合作之後形成的深厚友誼，甚至代表彼此在人生某個階段留下了特別重要的記憶。所以真正值得看的
並不是網友給他們貼上什麼標籤，而是他們是否願意繼續尊重彼此，支持彼此。第9個細節是兩個人現在的關係，其實比是不是情侶更加有意思。因為如果他們真的只是朋友，那麼這也是一段非常漂亮的友情。如果未來真的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那麼網友今天看到的這些細節也會變成一段很有意思的回憶。而如果最終什麼都沒有發生，也並不意味着這些互動沒有價值。至少他們曾經因為一部作品認識，因為角色讓觀眾記住，又因為現實中的一次次支持，讓這份緣分繼續延伸。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很難得的合作關係。第10個細節也是很多網友最想知道的問題：白敬亭到底有沒有偏愛張若楠？如果所謂偏愛是指戀愛關係，那麼目前沒有足夠公開信息能夠證明。但如果偏愛指的是一種特別的信任和欣賞，那麼從公開互動和雙方互相支持的情況來看，網友產生這種感覺並不難理解。所以，與其說白敬亭的偏愛藏不住了，不如說兩個人之間的默契已經越來越自然，而真正的關係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我們能看到的只是鏡頭前的部分。第11點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不要把娛樂圈的互動全部等同於愛情。明星也是普通人，他們可以擁有異性朋友，可以欣賞合作夥伴，可以因為一部作品成為很好的朋友，也可以在事業上互相支持。真正成熟的追星方式，不是逼着兩個人必須成為情侶，而是欣賞他們之間自然產生的化學反應，同時尊重他們自己的選擇。因為如果一段關係真的足夠重要，它不需要網友替他們官宣，時間自然會給出答案。第12點就是為什麼白敬亭和張若楠這組 CP 能夠持續吸引關注。答案其實很簡單，他們身上同時擁有3種很難得的東西。第一是作品帶來的記憶，第二是現實互動帶來的真實感，第三是沒有明確答案所產生的懸念。正是這3個因素疊加在一起，讓網友始終忍不住繼續觀察，他們到底只是朋友，還是合作之後成為了非常重要的人？那些看似普通的支持，到底只是禮尚往來，還是存在更加特殊的情感？這些問題沒有人能夠替他們回答，但也正因為沒有答案，故事才會一直擁有吸引力。所以這一次，白敬亭對張若楠的偏愛到底是不是真的？也許最值得關注的不是他們有沒有愛情，而是他們之間那份越來越自然的信任。因為娛樂圈裡真正難得的，從來不是一時的熱搜，而是熱度過去之後，依然願意為對方出現。如果未來他們再次合作，或者再次在彼此的重要時刻出現，相信網友一定還會第一時間捕捉到那些小細節。至於這些細節最終會走向友情、默契，還是一個更令人意外的答案，就讓時間慢慢告訴我們。你怎麼看白敬亭和張若楠的關係？你覺得他們只是關係很好的朋友，還是兩個人之間確實存在一種特別的默契？歡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評論區。如果你也喜歡這種真實、細節化的娛樂圈故事，別忘了點讚、訂閱頻道。感謝你看到這裡，我們下一期繼續聊更多華語娛樂圈的新鮮話題。我們下期見。